各位同学，你们是否有遇过要背科目重点，但是却感到十分吃力的情况呢？放心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从零开始去学习一门学科的。别紧张，现在有一种方法叫做主动回想，能帮助你更快的学会科目重点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你要先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分数不会自动跑进你的口袋。听完之后，如果没跟住步骤做，下次考试还是会跟这次一样。我只会教你更快的方法，让你比别人有更高的视角看世界。我只是想透过微小力量，减少许多人在学习这条路上走的辛苦路。好，如果好奇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，你要知道什么是主动回想呢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种在脑海中主动回想所学过的知识的技巧。它的运作原理是透过在脑海中重复回想学习的知识，来强化学习的效果，使知识更容易被记忆。那么，为什么主动回想能够让你更快学会科目重点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主动回想能帮助你更快地把知识固定在脑海中。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当你刚学习完一门新科目时，你对其中的知识点还比较陌生，但是当你主动回想这些知识点时，你会发现它们似乎变得更加清晰，更加容易被记忆了。透过主动回想的方法，你可以更快地记忆科目重点，这对于考试时的准备十分有帮助。因为不管是国小、国中还是高中，所有学科考高分的技巧都只有一种，就是背。但是单纯的背诵与死背，往往容易让人感到枯燥乏味，而且很难保证好的记忆的效果。而透过主动回想的方法，你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，进而更好地掌握科目重点，提高考试成绩。一开始，主动回想是一个相当好的学习技巧，能够帮你更快地学习知识，更好地掌握科目重点。但是，一开始不能用默背这种很吃力的方式。相反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刷题，因为没有比题目更能让自己进步的方法了。毕竟在现有体系上，你想要成长，想要去更棒的学校，找到待遇更棒的工作，只有把考试考好这一种方法而已。而现今所有的考试都是在考考古题，考验你对题目的熟练程度，没有例外。如果有，请在下方留言跟我说，这里多的只是你不知道的教育另一面。你分数考差，纯粹只是没资源与人脉得到考试的技巧与范围。那么，拉回正题，该如何刷题呢？首先，你需要一本讲义题目，这本书不用再去书局多买一本，或是跟补习班拿。这本讲义是你在学校上课使用的就可以了。但是有重点，就是不能有笔记，不管是铅笔还是原子笔，都不能有笔记或重点整理。保持书本是全新的状态，记得书本要保持全新的状态下。接着，拿出一张 A4 空白纸与这本讲义的解答本。这里要注意到一点，你选择的题本一定要有完整的解答过程，这让你不会多浪费时间在找解答，或是请教别人答案身上。毕竟高中生的时间宝贵，时间真的很珍贵，浪费这点时间，你同学就会超越你了。你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你要在看解答的同时，一边刷题，把答案与补充都写在纸上，边刷题目边理解内容。刷完题目之后，就可以把纸丢掉了。记得一定要将白纸丢掉，不然你不会让自己成长，因为你只不过是欺骗自己，以为有学到东西，殊不知什么知识都没学到。因为我跟你一样，都是有经历过这些过程。我知道念书相当痛苦，可是请同学认命，认清自己即将成为大人的过程。我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你，只不过想让没资源学习的同学能够提起精神。你的程度是不会输别人的，只要你肯从现在开始改变，几个月后一定成为班上第一名。真的相信我，你会成为第一名。大家不都是为了第一名而在努力吗？为什么班上第一名的总是排在第一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平时要不断的对周遭的事情保持有怀疑与好奇的心，要想尽一切办法推论出问题背后的答案，这才是作为学生一定要有的基本素养，也是老师不会教你的事情。因为你会自己找到出路，就代表老师要失业了。所以老师都要让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自我学习，不知道怎么超前进度，
这样才会保证老师自己能够安稳做到退休。还有，你不是整天只会游山玩水，在座位上遨游天际，将网络当成自己家的沙发，让抖音成为自己的朋友，这样你的朋友只会越来越少，因为没有人会想跟没能力的同学当朋友，对不对？另外，如果是属于那种家里有金山、银山、南北有许多栋房子的同学，看到这里先暂停影片，记得底下留言一下，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班上第一名总是排在第一呢？因为他们有爸爸妈妈教他们读书的技巧，给他们知道学习是种习惯，而且是要从小时候养成的，所以第一名才会让你看起来感觉很轻松，遇到考试都不害怕。殊不知这种走到哪里都学习的习惯，已经深深烙印在他们脑袋之中，像是开启自动驾驶一样，自动自发的一直学习新的知识。但是你呢？你以为你自己认真上完一堂课，认真抄笔记过后，就能跟第一名一样，考出很好的成绩，排在班上第一的位置？事实上，你自己想太多了，真的想太多。你没有改变以前方法，你永远都做不到进步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你就是抄笔记，浪费掉太多动脑的时间。你的脑袋瓜是相当消耗体力的器官，你让脑袋瓜在该运动的时候没有运动，而是让它在该休息时候拼命补充咖啡因，强行训练自己的脑袋。它不听你的话，知识量记不起来，是很正常的事。所以你要在应该休息的时间点休息，该认真专注的时间点训练自己的记忆技巧，让知识固定在脑海中。接着回到刷题，你现在已经理解题目的出题方法，你也理解过每一种选项为什么是正确或者错误。再来，你需要重新用看的，把刚刚写过的题目复习一次，每个选项都要讲出为什么对，为什么错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可以让你更好的理解每个选项的内容，从而更好的掌握科目重点。记得从头到尾都要保持书本的前进与整洁，书上面不能有任何记号或者笔记留在上面。只要以上的方法，每天1个小时，在考试前2个礼拜再开始执行就好。重复14天，持续的这段过程，14天后的你，考试当下会觉得，老师是不是出的太简单了？既然老师题目出的太简单，你也不能忘记写完考卷，还要重新检查一下，让自己潇洒的走出教室，呼吸世界上新鲜的空气，感觉这世界真是美好。再来分享另一项技巧，假如你今天在写数学，刚开始都是老师先教你课本例题，你才会写其他类似的题目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自己把还没教的题目看解答写出来，理解过后，是不是跟听老师上课意思是一样的？只是你看解答可以省下你的时间，你有更多时间去刷其他题目，刷越多题目赢过越多的同学。这里我想告诉你的意思，就是请你在写题目时，先看着解答写，先把自己的题目量堆积起来。因为数学这个科目的变化题很多，但是观念就只有一个，因此你要先看详解，把单元内全部的题目都写过，再用前面提到的主动回想解答的技巧，让你真真正正把数学学好。没有人数学是差劲的，所有的同学都是身处在台湾这个土地上，你已经比同年级的美国人数学程度还要好很多，只是你们差异在，你还有教育部规定的108课纲中的数学要通过，你必须面对这个课纲，诚实看待教育制度，而不是整天游山玩水，自暴自弃。课纲主要科目，英文与数学是每个同学每一天都要碰到的，绝对不能一天读8个小时，1个礼拜后再读一次，绝对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你是人类而不是机器人，必须面对人类的肉体记忆上面的限制。人有很多方面是没办法超过肉体限制，可是每天只要半小时就好，你持续几个礼拜，等到下一次期中考时，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榜单上面。影片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是家长，一定要教导小孩子使用这些习惯来改善学习的技巧，并且把这些技巧分享给更多人知道，因为人们身处在同一片土地上。我希望孩子都能有公平的机会拿到接受高等教育的门票。在这里祝福看完影片的你有一个美好与美丽的未来。
让我与你们一起为教育继续努力下去。